综艺节目千万档，侯默和马吉特别钟爱奇幻之旅。12对夫妻将来到热带小岛上，进行为期1个多月的挑战。比赛项目花样繁多，危险又刺激。经过一轮轮残酷的淘汰赛后，只有1对夫妻能夺得最终的冠军。奇幻之旅每年上映1季，至今已经有47季。马吉作为骨灰级老观众，熟悉每一项挑战的通门诀窍，甚至能准确预测出每季的冠军得主。在云比赛这一项上，马吉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。他看这档节目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“真菜”。眼看第48季奇幻之旅正在招募选手，阿特和丽莎建议爸妈也去报名参赛。以老妈对这档节目的熟悉程度，肯定能大获全胜。马吉连忙推辞，说只要不参加就不会失败。梁小芝很想看看爸妈在节目里的表现，于是成天到晚的劝，像2只不歇嘴的麻雀。马吉被烦得不行，换其他事情他一般都会被迫妥协，但这回马吉的态度异常坚决，拍着桌子就是一声河东狮吼，老娘就是不劝，给我闭嘴！吼完马吉又很愧疚，他怎么能跟孩子们翻脸呢？这个家庭不应该有秘密，就像老莫投资失败，赔光了孩子们的大学基金，照样乐呵乐呵，像个没事人一样。家人之间需要坦诚啊。丽莎说，老爸纯粹是脸皮太厚，你不要瞎想，快说什么秘密？真相就是马吉已经试过了，而且试了几10次，苦苦等待了10几年。夫妻俩申请参加奇幻之旅的录像带全部藏在阁楼的垃圾堆里，那尘封的臭味不是死老鼠，而是梦想腐烂的味道呀。被拒46次后，马吉万念俱灰，终于明白节目组根本看不上他们。听完妈妈的话，丽莎灵机一动，真人秀都喜欢卖惨呀，还有什么比被拒46次更惨的事儿？丽莎把这些录像剪辑成一部短片，向奇幻之旅的海选评委们提议，让被拒46次的节目骨灰粉在彻底绝望时突然收到入选通知，这节目效果不得爆炸。评委们觉得言之有理，大众就喜欢看噱头，于是在马吉完全不知情的前提下，他突然从一堆账单里收到了梦想迟来的回响。签完几百页生死状后，侯默夫妇乘坐飞机出发了。他们来到热带小岛，看着10几对竞争组，马吉压抑多年的挑战热情燃起来了。每一次收到被拒信时的绝望，令他永生难忘。午夜梦回，他无数次想到，如果能成功参加这场比赛，他一定要赢下所有。如今机会就在眼前，他必须考虑这会不会是此生仅有的机会，重铸心不曾荣光。马吉义不容辞。第一轮挑战很简单，需要每人从行李箱里拿一样东西，藏进另一个参赛者的行李中。行李箱藏匿物，马吉云通关了不知道多少次，他指挥有度，以为一定能拿个第一，可他翻遍了行李箱也没找到侯默塞进来的东西。最后一回头，发现其他队都已经通关，他这位资深云玩家第1局就被淘汰了。马吉实在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，他回家要怎么跟宝贝们说？抱歉了，宝贝们，妈妈是个口嗨怪键盘侠，我上我真不行那种。好在节目组为了防止提前泄露比赛情况，按照合同规定，强制要求侯默夫妇在主办方安排的酒店里待1个月，他们不能告诉外界真相，否则将被罚巨额违约金。马吉在酒店房间里躺了1周，情绪都没有缓过来。侯默倒是无忧无虑，很放得开，天天忙着吃吃喝喝，不知不觉又胖了小半圈。侯默劝马吉想开点，比赛什么的都是浮云，现在咱们应该好好享受没有孩子打搅的2人世界呀。侯默带老婆逛遍了小岛，一通吃喝玩乐后，马吉的心情渐渐好起来了。这2口子健完身后，发现后期制作的工作室，马吉有些好奇，便进去看了看。不看还好，这一看他的心态又炸了。原来不是他指挥失误能力不足，而是侯默把藏匿物吃掉了。原来搞砸比赛的是老公啊！马吉顿时暴怒，从此开始和侯默打冷战。不管侯默如何道歉，他都不肯罢休，因为他越想越觉得冠军就应该属于自己。如果苍天能再给他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，他一定要换个靠谱的搭档。机会说来就来，节目组决定加入复活赛机制，但条件是必须换搭档。马吉毫不犹豫地甩下了侯默，跟一位节目死忠粉同好组队。2人都把这档节目背得滚瓜烂熟，虽然第1次搭档配合却无比默契，他们轻松闯过种种难关，第1个杀到了终点。马吉非常高兴，没有侯默我就赢了呀。然而他忙中出错，调酒时遗漏了一个小细节，因此功亏一篑。这回马吉再也怪不了任何人，因为确实是他操作失误。马吉灰溜溜地回了家。侯默最高兴的是，等待了这么多年后，他终于有机会对老婆说一句真菜啊，爽翻了。话说有一天，上帝忽然觉得天堂的人有点少，按照之前的规定，只有最虔诚的信徒才能上天堂，但现在宗教也内卷，竞争压力太大，够格上天堂的人越来越少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上帝积极思考对策，认为可以适当修改规则。上帝的眼皮子底下，内德老师正在教育孩子们，为自己设想一种上天堂的方式。拉尔夫觉得天堂就是钓鱼，眼镜仔幻想自己英雄救丽莎，结果不幸牺牲。小胖想吃糖吃到死，巴特想搞一辈子恶作剧，最后寿终正寝，戛然而止。上帝说：“嘿，想不到礼拜堂的学生个个都是他庙的天才，说话也好听。”与此同时，内德以自身真实实力
教导孩子们。他成长在一个没有信仰的家庭里，家里全是玩世不恭的嬉皮士，不信谁也不结婚，生的随意，死的任性。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内德，自然而然开始从事最邪恶的职业——上门推销员。他推销的商品是弹簧床。内德干一行爱一行，历史冲击销售冠军。当时受阿波罗登月影响，全国掀起了蹦跳热潮，于是内德的业绩突飞猛进，几个月就赚够了几套房。左手一辆玛莎拉蒂，右手一辆兰博基尼。当他荣获销售冠军后，突然有一天发现了弹簧床的隐患。同事们告诉他，弹簧床每弹一下就能产生静电，一次性跳满500下就会爆炸，将孩子炸成碎片。内德心态崩了，没想到他赚的每一分钱都是用孩子的命换来的。当时正好春田镇有个叫侯墨的少年，正在挑战跳满500下弹簧床。节目组现场直播，内德看到这一节目，赶紧飙车前去阻止。等他赶到现场时，侯墨正要跳第500下，内德纵身飞扑，将侯墨推了出去，自己则被雷电击中。醒来后发现自己上了天堂。上帝对他说：“本来你是个罪人，应该下地狱的，但你最后走上了赎罪之路，我命你回去宣扬我。”于是内德死而复生，从此成为虔诚的信徒。他把被电伤的上唇当成了上帝恩赐的记号。为了保护这道疤，内德才戴上大胡子。听完内德的故事，上帝很高兴，这样虔诚的信徒必须安排一个上天堂绑定套餐。大天使建议说，也许咱们可以考虑无神论者，这个群体里也有好人。礼拜室里，特邀嘉宾马基聊起了他的祖母，祖母是个法国人，也是个无神论者。在2战最黑暗的那段时间，他的祖国投降了，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，因此祖母不再相信上帝。她嫁给了一个臭名昭著的纳粹合作者，丈夫整天在自家酒馆里招待盖世太保，狂吹元首的马屁。祖母在后厨做饭时，发现仓库里躲着一群美国伞兵队，他们和大部队走散，无奈之下暂时躲在这里。盖世太保要来后厨搜查，这群美国大兵无处可逃，紧要关头，祖母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愚昧地祈祷上帝保佑。作为无神论者，他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，当自己和身边人的上帝。祖母将美国兵伪装成服务员，但这群人的法语很糟糕，很快就暴露了。盖世太保见寡不敌众，准备先撤出酒馆摇人。祖母鼓动客人们一起站起来，堵住盖世太保的去路。这帮刽子手见势不妙，当场绑架了马基的祖母。祖父虽然是个勾结纳粹的卑鄙小人，但为了爱人还算有点血性。他率先袭击盖世太保，围观群众一拥而上。一场大混战后，盖世太保被全部干掉，美国大兵得以逃出升天，去支援诺曼底登陆战役。马基用这一历史告诉孩子们，无神论者也有丰功伟绩。上帝点点头，决定让有功的无神论者上天堂。这时弥勒佛跑来，建议天堂征收其他宗教信徒，否则就算宗教歧视。政治非常不正确，一贯喜欢与众不同的丽莎，现在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。她讲述了一位受宠的公主，名叫释迦玛尼，从一出生就拥有一切，过分丰足的物质生活让她的精神陷入了迷茫。明明要什么有什么，她却始终得不到真正想要的东西，内心的宁静快乐。她观察民众，发现一无所有的孩子们反而天天穷开心，于是决定放弃一切，像迪士尼公主一样高唱我需要更多的更少之歌。释迦玛尼伪装成普通男孩，周游全国，在菩提树下苦思冥想，终于大彻大悟。以后放学回家，他要一个人走。上帝看完后提出了一个口号：天堂应该给予少数群体提供特权，条条大路通天堂，让天堂政治正确起来吧。至于虔诚信徒的升天名额，只能为了正确减少了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这里是草泥影院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视频我们再见。